我是齐格弗里德·卡桑廷王子。虽然我从来没想继承那个破王位，如果你们听说过我的故事，大概是因为我杀了一条龙，或者因为我最后被人捅了后背。是的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。让我从头说起，故事要从我带着10个兄弟，对，就10个。我喜欢成群结队的旅行，这样显得我很重要。来到勃艮第王国开始，当时正值乱世，匈奴人正在横扫西方，到处烧杀抢掠。勃艮第国王刚刚被一箭射死，说实话，没穿重甲在战场里溜达，本来就是个愚蠢的决定。我们抵达城外时正值暴风雨夜，11个全副武装的陌生人在暴雨中出现，任何正常人都会觉得可疑。果然，守卫们第2天早上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了，但我不在乎，我是来找冒险的。新国王贡纳尔同意见我，然后我做了一件超级冲动的事，我向他提出决斗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齐格弗里德，你脑子有病吗？你刚到人家的王国，就要揍人家国王？是的，我当时确实有点冲动，可能是因为在路上骑了太久的马，屁股疼，心情不好。幸好贡纳尔没有当场把我砍了，他的卫兵们倒是想这么做，但贡纳尔决定让我们做客。这个决定后来证明，既是他人生中最好的决定，也是最坏的决定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提一下霍根那个愁容满面的元帅。从我进城的第1天起，他就一直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什么瘟疫似的。他有理由怀疑我，因为我的仆人阿尔贝里克确实不是普通人。阿尔贝里克是个，怎么说呢，神秘学家、巫师，反正就是那种喜欢在半夜披着斗篷到处乱逛，吓唬马匹，搞奇怪仪式的家伙。他把勃艮第城堡的马都吓得半死，有几匹甚至直接死。我得承认，雇他当仆人可能不是我最聪明的决定，但他有他的用处。然后我遇见了克里姆希尔德公主，天哪，她真美。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会爱上她，因为我的脑子里全是另一个女人布伦希尔德，冰岛的女武神。公主有一匹马，被阿尔贝里克吓坏后跑进了森林，她和霍根一起追马。我在城堡里看着这一切，心想，多好的娱乐节目。后来我听说她的手受伤了，我突然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毕竟是我的仆人搞出的乱子。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喝得非常醉，醉到我跑到街上呕吐。这时霍根找到我，冷冷地告诉我滚出这个王国。我当时醉得厉害，只是笑了笑，然后回去睡觉了。但接下来我做了一件更蠢的事。那天晚上我在城堡里喝得酩酊大醉，你知道的，那种我是英雄我怕谁的醉法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在走廊里，脑子里想的全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个失踪的马，霍根的怀疑眼神，还有公主的美貌。然后我做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，我闯进了公主的房间。对，就这样直接推门进去，没敲门，没预约，就这么闯进了公主的私人卧室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真的很幸运没被卫兵当场砍死。我对她说，你很美，觉得自己超级浪漫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混合着震惊和厌恶。你没有尊重，你就是个失落的灵魂，出去。她说的对，我确实是个失落的灵魂。我晃悠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倒头就睡。在噩梦里，我又看到了那一天，那个改变我一生的日子。我父亲认为我需要学点纪律，他说的对。我当时是个混蛋王子，所以把我送到一个铁匠那里当学徒。那个铁匠很快就受够了，我宁愿打架喝酒也不愿意打铁，所以他把我送到一个偏远的山谷，美其名曰寻找特殊材料，实际上是希望我永远回不来。我在荒野里游荡了好几个星期，饥饿、寒冷、孤独、绝望。我开始怀疑我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荒山野岭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它，一条龙正在沉睡，阳光穿过山谷，照在它巨大的身躯上，鳞片闪烁着金色、红色和琥珀色的光芒，像融化的宝石。它的呼吸缓慢而平稳，
强大的胸膛随着每一次呼吸起伏，那一刻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时刻。然后我拔出剑，杀了他，因为我想证明自己，我想让父亲看到我不再是那个无用的王子，我想成为传说，想让人们歌颂我的名字，我想要荣耀，所以我杀死了那个美丽、沉睡、没有威胁到任何人的生命。龙死的时候，血流成河。阿尔贝里克那个当时还是龙的守护者的年轻巫师尖叫着冲过来，但已经太晚了。我脱光衣服，在龙血中沐浴，血液灼烧着我的皮肤，然后渗入其中。当我站起来时，我已经变得刀枪不入。除了我背上的一个点，因为一片该死的树叶在我沐浴时落在那里，挡住了龙血，那成了我唯一的弱点。阿尔贝里克看着他师傅，对，那条龙是他的师傅的尸体，然后看着我。他本应该杀了我，但他没有。相反，他发誓要跟随我，不是出于忠诚，而是出于某种扭曲的责任感和愧疚。他用龙骨为我打造了一把剑，然后就一直跟着我，像个阴魂不散的影子，提醒我犯下的罪行。我从噩梦中惊醒，满身冷汗。我意识到公主说的是对的，我确实是个失落的灵魂，一个为了虚荣而谋杀美丽生命的灵魂。我和我的兄弟们在训练场上训练，与其说训练，其实更像是酒馆斗殴。我甚至打嗨了，差点把我自己的手下打死。我的兄弟们不得不把我拉开。霍根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教训我。我向他扔了一根长矛，他轻松接住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确实有两下子。他告诉我，这里是在为战争做准备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正当气氛紧张时，一匹马驮着一具尸体冲进了训练场，那是边境定居点的人被刺死了。萨克逊人和丹麦人背叛了勃艮第，战争来了。贡纳尔绝望地需要盟友，所以他派霍根来找我。霍根显然很不情愿，但他是个听命令的人，我答应了。因为说实话，我很无聊，而且战争听起来很刺激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我做了一件我一生中最蠢的事之一。我去了教堂，在贡纳尔面前把我的剑放在他手里，发誓为他而战。很戏剧化，对吧？我就是喜欢这种仪式感。我们的军队扎营后，霍根在讨论战略。他说萨克逊人和丹麦人虽然勇敢，但缺乏纪律，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混乱。我听得无聊死了，所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骑马出去，独自攻击了敌军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我一个人。我杀进敌营，砍下了萨克逊国王的头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带着头颅回到营地。我的队友们都惊呆了，贡纳尔也惊呆了。霍根看起来想杀了我。萨克逊人现在群龙无首，正在追我。我宣布说，我们必须趁现在攻击他们。军队被我的英勇事迹鼓舞了，跟着我冲进了森林。霍根的战略，谁在乎呢？我们有激情，我们有士气，我们有一个不会死的疯子带头冲锋。战斗非常残酷，我不穿盔甲就冲进战场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伤。这给士兵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们认为我是不可战胜的战神。我确实是，但这不代表其他人也是。战场上的混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我看到很多年轻士兵第一次经历真正的战斗，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恐惧。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贡纳尔的弟弟，一个年轻的王子在混战中失去了头盔。一个丹麦战士正向他冲去，斧头高高举起。霍根看到了，他像疯了一样冲过去，及时挡在了年轻王子面前，杀死了那个攻击者。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的头盔，扣在王子头上。活下去，殿下。我听到霍根说，你的哥哥需要你。没有头盔的霍根继续战斗，他最好的弓箭手被一群敌人包围。他想去救援，但自己也被围攻了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弓箭手，他的老朋友被刺死。这一刻的分心是致命的，一个敌人的箭击中了霍根的脸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霍根倒在地上，痛苦的呻吟。
丹麦国王看到了倒地的霍根，狂笑着冲过来，准备取走这位传奇元帅的头颅。我及时赶到，一剑砍下了丹麦国王的头。霍根躺在血泊中，他的左眼已经毁了。我蹲下来看着他，这个为了救国王的弟弟而牺牲自己防护的男人。我们赢了战斗，但代价是巨大的，许多好士兵死了，霍根失去了一只眼睛，而这一切部分是因为我无视战略，独自冲锋导致的混乱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战争不只是荣耀和刺激。我们回到首都时，民众为我欢呼，我跳进人群，享受所有的关注。我就是喜欢被崇拜的感觉，我承认，我很虚荣。公主在照顾昏迷的霍根，当她听说他可能会死时，她来找我。我告诉她，阿尔贝里克可以帮忙。阿尔贝里克确实救了霍根，但他也揭露了一个秘密。霍根的童年故事是谎言。霍根不是被龙袭击的幸存者，他是被贡纳尔的父亲征服的王国的幸存者。那条龙实际上救了他，把他从火海中救出来。这个真相后来会毁掉一切，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和公主越来越亲密。我们骑马去森林，我告诉她关于杀龙的事。她问我为什么要杀那条美丽的生物，我没有回答。然后她开始听到声音，她父亲的声音。她转身看到她父亲的尸体被藤蔓覆盖，她崩溃，承认她开始忘记父亲的脸。她曾经恨他，想把他卖给陌生人。我安慰她，我们拥抱了，然后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在森林里，在他父亲的幻象附近。是的，这听起来很不合适，但当时感觉很对。我和公主在一起的日子很美好，但有些东西我始终无法对她坦白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就会听到那个声音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在我梦中回响。布伦希尔德，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在多年前，当时我还年轻，刚刚获得不死之身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我在梦中听到一个声音呼唤我，告诉我在遥远的北方冰岛有一个女人和我一样强大。我被吸引了，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好奇和挑战。我想见见这个据说无敌的女武神女王，于是我带着阿尔贝里克去了冰岛。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，寒冷危险，充满未知。但当我终于见到女武神时，一切都值得。她站在茫茫雪原之上，身穿战甲，手持长剑，她的眼神锐利如鹰，身姿挺拔如松。当她看向我时，我感觉她能看穿我的灵魂。接下来的一年是我生命中最特别的时光。女武神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女人，她强大、独立、聪慧，她不需要任何人保护，她自己就是保护者。我们一起训练，一起战斗，一起探索冰岛的荒野。她让我感到完整。和她在一起时，我不再是那个虚荣、鲁莽的王子，我可以做真正的自己。但最终，我还是做了我最擅长的事，我搞砸了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醒来，看着她熟睡的脸，突然感到一阵恐慌。我意识到我爱她，这让我害怕。爱意味着承诺，意味着责任，意味着我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。所以我做了最懦弱的事，我不告而别，我留下一个睡梦中的女人，骑马逃离了冰岛。我没有留下信，没有解释，没有道别，我只是消失了。现在，多年后，当贡纳尔告诉我他在梦中听到女武神的声音时，我知道麻烦来了，但我别无选择。贡纳尔需要盟友，女武神布伦希尔德的军队可以拯救这个王国。当公主宣布她要嫁给我来保护王国时，我应该感到高兴，但我只感到愧疚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，我从未真正放下布伦希尔德。而现在，我不得不带着未来的国王去向我曾经爱过又无情抛弃的女人求婚。这大概就是命运的讽刺吧。我们乘船前往冰岛，前几天风平浪静，
但后来暴风雨来了，船撞上了岩石，很多人掉进水里。我在暴风雨中大笑，不是因为我冷酷，而是因为这太刺激了。这就是活着的感觉。我们幸存下来，继续步行前进。当我们到达冰岛时，我让所有人放下武器，这是规矩。女武神的军队包围了我们，我要求见女王。我们被绑起来，拖到火山下的城堡。当地人对我们又打又骂，我不怪他们，我确实伤害了他们的女王。女武神的将军塞努亚告诉我们规则时，贡纳尔必须在战斗中击败女王，如果他输了，他会死。旁边的头骨堆是所有失败者的下场。贡纳尔后来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警告我？我以为你知道。”我撒谎说：“事实上我确实知道，但我没想到贡纳尔真的会同意战斗。”女武神来看我，给了我一把剑。我只是来当向导的，我坚持说我要娶公主了，但你还是来了。他平静地说：“该死的，他说的对。”贡纳尔坚持要战斗，即使我告诉他，就连我也打不过女武神。所以阿尔贝里克想出了一个计划，一个作弊计划。他割开我背上的弱点，对那个被树叶遮住的地方取了我的血，然后他把我和霍根推入水下，让贡纳尔喝下我和霍根的血。贡纳尔暂时获得了我和霍根的力量。我和霍根在水下溺死了，这感觉糟透了。战斗开始时，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展现出惊人的战斗技巧。但贡纳尔，或者说拥有超人力量的贡纳尔，设法在他腿上划了一刀。血滴在雪地上。按照规则，女武神输了，她和她的军队必须跟随贡纳尔。当我和霍根在洞穴里醒来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看着女武神泪流满面地告别她的土地，心里充满了内疚。我毁了她的生活2次，第一次是抛弃她，第2次是帮助别人用作弊的方式打败她。我们回到勃艮第时，发现匈奴人已经摧毁了大部分王国，他们急需盟军，所以举行了一场双重婚礼。我和公主很高兴结婚，贡纳尔和女武神看起来很冷淡。女武神在婚礼上拒绝让牧师为她加冕，而是自己戴上了王冠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她永远不会真正臣服。婚礼结束后，女武神当着整个军队的面胖揍了我，把我打得不轻，然后愤怒地尖叫。显然她已经知晓了丈夫几斤几两，了然了我们的作弊的把戏。是的，我的前女友在我婚礼过后当众揍了我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匈奴人在阿提拉的领导下继续推进，我们需要女武神的军队，而她确实带领我们取得了胜利。她冲锋在前，所向披靡，她的力量震撼了所有人。就连匈奴领袖泽尔也不得不撤退。晚上，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派对，然后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。我和布伦希尔德跳舞，我们跳得太近了，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。霍根看到了一切。第2天早上，布伦希尔德和我还在公开调情，霍根私下找到我，警告我说他会在战场上容忍这种事，但我回到首都后必须对公主忠诚。我保证会好好对待公主。我拥抱她说，这是我说过的最大的谎言之一。战争结束了，王国开始重建，我无聊死了。我问公主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私奔，她拒绝了，说她属于这里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想要的是不同的生活。她想要稳定、家庭，
责任。我想要冒险、自由、刺激。我开始变得鲁莽。我在晚餐时羞辱议员，我在酒馆里喝醉打架，我继续和布伦希尔德秘密见面。贡纳尔知道了，他告诉霍根，布伦希尔德和我一直在秘密相见，人们崇拜我，但我来去自如，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。贡纳尔不想让我毁掉这个家族，所以霍根同意做王国需要做的事。这一天，霍根邀请我去打猎。我们一起射下了一头白鹭，气氛很愉快，很平和。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然后霍根给了我一把剑，要求公平决斗。我们战斗了很长时间，我们都是伟大的战士。我们互相卸下对方的武器，就开始用拳头打。霍根把我的头按在水下，窒息感袭来。我摸到河中的长剑，奋力刺入他的大腿，他吃痛松手，给了我喘息之机。霍根拔出长剑，疲惫的我们继续厮杀。终于，我把他击倒了，并用长剑抵住他的咽喉。就在霍根闭上眼睛认命的那一刻，贡纳尔从侧翼冲出，利刃精准地刺入我背上的那个致命之处，那片曾被树叶遮住的地方，我唯一的弱点。贡纳尔知道，还是冰岛女武神比武招亲。我帮他作弊的时候，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力量随着背上涌出的鲜血流失，我的身体渐渐失去知觉。真他妈遗憾，我的孩子还没出生，老子就要死在这儿。多么讽刺！我杀死了巨龙，在他的血液中沐浴，获得了刀枪不入之躯，最终却死在一片树叶留下的弱点上。霍根让贡纳尔先骑马离开，他愿意独自留下为国王承担这一切。就在此时，他看见阿尔贝里克的身影在远处的树林中静静注视。等他走近查看，那里却只有一棵枯死的老树。也许我们谁也逃不开这位巫师以龙之名施下的复仇诅咒。霍根把我的尸体带回城市，说他在公平决斗中杀死了我。公主哭了很久，她抚摸着我冰冷的脸。她没有处决霍根，只是诅咒他要活得足够长，服侍我的儿子。女武神没有哭，她只是站在我的灵柩前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有人说，她那天晚上独自骑马回到了冰岛。9个月后，我的儿子出生了，公主给他取名叫齐格蒙德。据说他长大后也成了一个浪子，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浪子的儿子注定也要在路上。多年后，有吟游诗人唱起我的故事，他们说我是英雄，是传奇，是屠龙勇士。但我知道真相，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个浪子，一个杀过龙、爱过人、活得痛快的浪子，一个最后死在秋天森林里，死在国王的剑下，死在自己选择的路上的浪子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。齐格弗里德，一个不值得歌颂的传奇，一个活得痛快的浪子，一个死在秋天的笨蛋。